好了，我们现在又到了玉里县的一个棉花厂的门口了，所以接下来的内容呢，又是一个关于棉花的内容。那这个呢，就是棉花的运输车哈，大家看他们都是这样装的，所以这个棉花它为什么会掉出来呢？你看，就是这样的车拉着它就掉出来了。还有另外的那个采棉机收的那个棉球，收割好的那个棉球，它也是运输过程中也是容易掉的。大家看这地上掉了很多。所以在路边我们为什么能捡到那么多棉花呢？就是因为这个，这直接是挂车拉的这个更容易掉出来了。这个一路走一路掉，棉花工厂肯定是禁止携带烟火进入的，所以在这个厂区的门口有一个烟火箱，你带着火的话就放里面啊，这是大家的烟，还有打火机就放里面了。大家看啊，在这个工厂的门口呢，都有收购价格，直接是贴出来公示的哈。这个最新的价格呢是10月27号写的，然后它这边写的是棉花的类别、标准质量、价格9.8元，价格浮动。1分率40%涨0.1分率又是什么一个意思？就是纤维占重量的比率叫1分嘛，就是你1公斤紫棉里面，比如说纤维有40%，就是40的1分嘛。你纤维有30%，就是30的1分嘛。因为纤维是高价值的东西嘛，然后那个棉籽是低价值的嘛。棉籽现在才3块多钱，就等于3000多1分吧。你收棉的时候，你怎么看得出来它的1分率呢？测呀，我们有测出来。有可以测出来的。对，这边有试榨机嘛，可以榨了一称就称出来了嘛。就先榨，先是要试一下。对，先试榨一下嘛，就取1公斤样品，然后来榨。对，你看，包括底下的这些都可以给检测的。原来是这样，我就说这个比较有意思。对。因为这边是就包括比如说测码值，我们取样品，你看包括长度，我们也是都是去测的，就是这样测。对。你拔了你才知道它有多长嘛。这样。然后包括码值的测定，取上10克样品。10个样品。对。10克，反正有没10克？6克。6克，再照一遍。原来是棉花是这样子的。对，是测出来的，不是乱来的。10克9.99，然后把它塞到这个桶里。拧紧。码值4.0，你就知道它是一个质量的指标之一嘛。所以这个公告牌大家现在懂了吗？也就是说现在棉花的价格是9.8块每公斤价格它是浮动的，根据市场的行情在这边浮动，现在是9.8块。然后呢，它这边又细分了机采棉和手摘棉，就手采的和机采的价格不一样啊。然后这边1分率啥的，还有长度，这些都是需要测的，每一车都要测出来以后再给你定价。你的品相越好，那么价格就越往上涨，上面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所以你想来卖棉花就是这么卖的。现在咱们明白了啊。现在呢，这些车都是往厂里面拉的棉花过来。对，我们就有2个板块嘛，一个就是棉花加工，所以我们叫中青一朵花，然后有棉被的生产。棉花加工，棉被都有。棉花进来以后就堆在这边是吧？不是，先过秤嘛。先过秤。对，过秤以后，然后就堆在这个堆垛上。对。然后拿布给它盖住嘛。那这一垛就是机采棉。咱们每年收的是不是就是收在这里加工的话，加工时间大概多长？大概3个月。3个月加工时间。对，3到4个月，这就机采棉。这里面有更多的杂质嘛，因为它是机器采收的嘛。对，就是会把壳啊、叶呀什么的全在里面。对，全都在里面了。这是机采棉。对。非常重。那放这儿，如果一旦下雨的话，这个棉花不就是含水量大了吗？不，今年不下雨。不下雨，这边不下雨。不下雨，一年都下不了几回雨。一年下不了几回雨。这个铁盒子吧，这它自动喂花机。自动喂花机。对，你看，我们把棉花加进去以后，会上那个工作带上，棉花自动往上工作，然后通过管道，从这个管道你会看到水上去，然后这一摞呢，有3个工
棉花里面带回来的叶儿、土儿、什么壳儿啊，然后把它排出来。这个是第一道工序了。从外面从外面清理完，就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就是稍微清理过的，有一部分杂质就已经排掉了，壳啊什么大的杂质都会排掉了，然后再通过管道，再到上面的将配给手，到上面的管道，然后再到储棉箱，储棉箱才能把它晾花机，上面还是带籽儿的，就跟刚才一样的棉花，然后到了下面就是纤维和棉籽儿就分离了。然后纤维呢就会从这儿走，棉花不是从这儿下来吗？然后到这个里面。这就是没有那个什么的了，没有籽儿的了。然后这有一个，叫这边是什么？这个是后面还有一个，这个棉花就会随这个管道里面和那个管道。就等于是把这就是吹上来的，吸上来的，吸上来的。对对对。啊，这个就相对来讲比基彩棉花要就干净很多了。然后到这边打包。基本上已经是全机械化了。然后这个设备就给它打成这样，就这个一个满了，一个空了，空了过去进行预采，然后这个满了的就在这儿进行加压打包。脱链是吧？链子，它不是新了吗？这上面重量也有的。
这种棉包一般都会拿去，最终成品是拿来做什么？做衣服还是纺纱织布？嗯，对，纺纱织布，这就是属于半成品啊，这种叫工业原料的。工业原料了，棉包。不知道大家参观完这个工厂是有什么想法呢？跟我想象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基本上整个工厂里面，人工能够参与的工作，就是打打包装之类的。很简单的工作了，这个就是棉花大规模上市的时候采棉机采好的棉卷，从地里采出来的棉卷，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里面的杂质非常多。哎呀！这道工序是在给棉被绕线，大家看啊，棉被这个线，棉被上来了，来绕起来了。再从这边梳过来，长长的给它裁切好。两边嘛，它这样子，这个工序叫什么？这个叫墨玉。墨玉布。对，因为从那边过来以后，纱线还跟这个棉花还不是贴合在一起的，经过墨玉才能够贴合在一起。到这里给它翻一面，翻过来。对，这个翻两排。三个。正反两面都握2下，好，到这边就是成品。人工参与的其实就是打包的部分。围床这样称吗？啊，这就是称称。这就是成品，合个证。你在咱们厂里也是负责什么？负责？厂就是我们家的。你们家的？哦，你就是老板。嗯。那你们是当地人吗？还是说在外面过来投资的？算是当地人。算是当地人。这人都生活几十年了。生活几十年了。这也是个棉花厂。这也是棉花厂。
玉立县有28家棉花厂，28家，那就很多了。基本上那就棉花就在当地，那些棉农当地卖了就可以了。对，全是卖在当地，因为棉花农业里面可能除了林果业97%的都是棉花。玉立县是非常主要的产业区，棉花也是玉立棉农的比较重要的全部收入了啊。对，农业方面来讲，就是林果业有一些，但是不多，主要还是大田的作物来讲，主要还是棉花，而且产业也集中嘛，你收获了，你当地就能够销售，就能够实现变现了嘛。产业链嘛，就是整个产业链都比较齐全嘛。然后别的的话，你种别的东西，你像种甜菜，你得拉到北四县去卖啊。那边有糖厂嘛，我们玉立县有没有糖厂？别的东西，棉农也不太喜欢种，因为对可能棉花更熟悉、更了解每一个生产环节呀，每一个。主要是我们国家也是属于棉花进口国，还不够用呢。是。你种的，所以你种的再多，它也能卖得掉。对于棉农来讲是。但是你虽然棉花你是进口国，但是你的纺织成品是大出口国。对。很多包括前面棉花事件的时候，可能说我们棉花不够用，这那的。但是你一定要很清楚一点是，你的纺织成品是出口的，而不是说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内销的。如果你所有东西都内销，你是大进口国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你的50%的纺织品都要靠外销的话，你这个大进口你就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对。包括现在，如果说消费不好怎么样，然后棉花也面临着非常大的下行的压力，这也是历史上的比较高的位置了，价格绝对价值来讲。就历史上没出现过这么高的价格了。出现过3万多的价格了。11年嘛，1011年3万多的价格。但那时候下游的确非常的好，但是现在这个说不上来怎么就涨。咱们整个外贸现在还在往外走。是在其他国家它基本上因为疫情都停摆了嘛，他们的产业很多都停掉了。消费也不好，消费不是特别好。但是纺织品它是一个必需品啊。也不是。它不像其他的呀。纺织品也不是必需品。你今年买了多少件衣服？对不对？你换了你得穿了。你烂了你得穿了。你可以穿去年的呀。穿去年的。你买了多少家纺套件？是不是？你消费了多少这个棉被？其实这个不是大家想象的这样子。背后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这边也是一个工业园嘛，这边也是一个工业园，都集中在这儿了。是，我们这边做那个成品被啊、航空被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2条生产线，还有2条生产线。对，里面就做一些这个带面料的。对。然后我们会购进一些面料，然后把它做成相应的，这是贝壳嘛，还没有做填充物。然后这种是做好填充物的，就是再好的带行缝，里面有行缝机，直接就可以。这叫行缝。对，行缝。小时候弄被子不都银2针吗？是不是那种？填充的。这个填充也是棉花。也是棉花啊，就没有加网的那种嘛，直接往里面。这边有2条生产线，这个跟那边的一样的，也是做油网。做油网。这边有一条无网的生产线，做这种无网棉花，就外面没插线的那种。大厂出来的这些都是标准的啊，确实看起来更加干净了。车间里面也没什么灰，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种就是无网的棉胎。它外面没有那个纱线嘛。这个。对，前面的工序都是一样的，都是新华舒脱棉，但是到了后边的话，这个就是直接不用上网。对，直接磨出来。直接这样磨出来。对。然后磨的时间长了嘛。对，磨时间长。咱们今年这个整体的行情，你们这边卖的话还是更好了哈，还行，上涨还是说还行，跟往年差不太多。对，然后就前面新疆棉事件的时候，有几波的消费热潮，大家就使劲买，因为你能最直接的买到新疆棉花就是棉被嘛，因为你说一个纺织品或者一个衣服来讲。他说它是新疆棉，但是这个离新疆棉还有点远嘛，就等于说你不是真真切切的买到那个棉花，因为它是从棉到纱到面料，然后到成衣再到品牌，你包括你比如说你买李宁，它写的我是中国新疆棉花，但是这个还是有距离的嘛。但是说你说买成被子来讲，像我们又是新疆发货，那这样就是最直接的对新疆棉的一个方式啊。明白了。这个它就里面装了填充以后，它再把它封上口再防水。这没好呢是吧？没好，现在好。现在好了。多大的这个是？2.3的。不冷吗？不冷吗？不冷。给它绷起来。超市里卖的更多都是这种，超市里卖的基本上是这种。它都是里面的，里面不是棉。我们这边很多面料里面不做棉，棉的比棉贵，你像棉料都2万多，但是化纤的话一根才8、9千，化纤的便宜。这样呢，就是说在存储方面，化纤的在这个市场竞争起来又不会有问题。如果说你是棉的话，你在长时间就会有霉的风险，所以这样的话，对存储条件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在外面买的这种被子不一定是纯，对，不一定是棉的，不一定是棉的。对。但它包装上一般应该会写吧，因为现在要求严格。不好讲。不好讲。每一个上面都有什么有小口是吧？对，有检测口嘛，你能看到。它有，你就有检测口。有检测口，你能看到里边的这个这个材料嘛。原来是留了检测口的。对。大家买棉被的时候注意了吗？没有注意过，我从来没注意过。也不一定所有的都会留。不一定所有的会留。对，我们一般都会留一个这样的小口。留一个。这个并所以这个并不是没做好，这是故意留的啊。那有些不懂的怎么会说，哎，这棉被怎么有个口，我要换？哎呀，这啥牌子啊？包括就是说像这种的话，我们也会设计这种背脚带嘛。有好多套件里面它有那个绳儿嘛，或者拉住它，按扣你往里面一套一系。难怪了，我说现在
有时候经常被子跑来跑去的，原来是现在是这样设计的。对，就是被套里边带个绳儿，然后我们这边带个圈儿，一系，这样就不会跑了嘛。啊，明白了。大概就是又学到一个生活小妙招啊！那个上面有个扣，听到看到没有？对，有个扣，绑那个套件里那个绳儿嘛。啊，我们走吧。走。是他们还没上班吗？还是说？对，还没上班，4点。4点才上班。哇，4点才上班，大家看，现在是3点44。我就说怎么没人呢？还没上班，原来是。这边是厂区的成品展示栏。这是所有的成品都在这儿吗？还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大概生产的这些就放在这里了。大概生产的在这儿。对，现主要的就是这么几类吧。就第一就是，棉胎嘛，有网的，无网的，然后就是还有现在这种带面料的行缝的。带布料的。对，带面料的行缝的。现在超市里面卖的一般带这种比较多了哈。也不是，超市里面其实卖的还是这种会多一些。超市里面卖这种。对，这种多一些。对，这种多一些。这种也有，但这种要贵一些，因为面料的价值要有一个面料的。对，要比较好一点。然后这种就是面料会不一样，就是这种就更密啊，斜纹啊，什么128681372啊什么的。这个咱们这个看到的只是一些外观。那棉花呢？棉花等级，我听说这边新疆的棉花有很多等级，是吧？咱们棉被一般是用什么等级的？我们棉被的话就全都用手摘棉。对，手摘棉。这个就是手摘棉是吧？对。目前来讲，所有的做棉胎的这种棉花全是只能用手摘。对，只能用手摘，除非你现在去花非常高额的这个价钱去把你的设备去做全面的升级，可能能用机裁，不然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会有杂质。对，会有黑点点，包括现在你就算用手摘也会有这样的点，你看虽然很少，给你焦距可以看到吗？这种点就是这种点大概会有2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这个就是棉花的叶子嘛，就是你看这种，就是你原来采过来的时候它有叶子嘛，叶子打碎了它会留在里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紫棉加工的过程中，它如果说把这个，就是因为它是锯齿加工的嘛，它把这个棉籽壳给敲碎了以后，它就会有这种，就叫带纤维籽屑。我给你找一个看这种壳看到吗？它上面有一个碎屑，然后上面还带一点纤维，就是它等于是这个壳给敲破了然后它就会这个就比较难去梳理。所以做棉被还是基本上都是手摘棉比较多。对，就一定要干净嘛，要干净，而且就手摘棉的就是马质也会比较好，就是它蓬松程度嘛，因为棉被来讲，你肯定是要这个越蓬松越好。对，要蓬松要保暖。那咱们这边都在讲新疆的长绒棉这个，那这个玩意儿到底是属于长绒还是短绒棉？像一般做棉被，没有短绒棉这个说法没有短绒棉是吧？主流的2类型棉花，就一类就是我们叫陆地棉，也叫细绒棉。对，你像新疆种的陆地棉就叫新陆中嘛，叫新疆陆地棉中熟品种，因为根据这个成熟期的不一样。你像北疆他们都种新陆早，新疆陆地棉早熟品种，因为北疆春天的就是时间稍微来得早一点。不，它冷呀，它冷，它这个春天来得晚，然后它这棉花的生长期就短，然后它冬天冷的又早。所以它必须选择生育期更短的棉花。你像南疆来讲，早的天就热了，然后到现在天还不冷，所以你就可以选择生育期比较长的棉花。所以我们就种中熟品种嘛，所以它们是早熟品种。这种都是叫陆地棉，也叫细绒棉。那中熟跟这种晚熟的，它是不是价格都不一样？这个不也不是，就是因为你地域的差异。因为地域的差异。对，比如说你这个棉花它本身它就需要长那么久，那你在北疆你还没长成熟呢，天冷了打霜了，你这个棉花就没法成熟了，所以它必须选一个早熟品种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让它有足够的更多的时间去生长。
所以你选一个中熟品，这跟品质上有差吗？这种早熟晚熟的话，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对，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北疆可能马质呀会低一些，因为它马质是什么意思？一个就是我们棉花质量上的一个名词叫马克龙值，是一个音译的，这个英语翻译过来的，然后叫马克龙值，它是评价这个纤维成熟度和粗细程度的一个综合指标就是马质越大，然后证明这个纤维越粗，成熟度越好。然后马质越小，证明它越细，它越不成熟。然后对于纺织来讲，可能要求要更细一些。那对于做棉被来讲，就是要这个纤维要更粗一些，要蓬松度好嘛。就纤维更粗，它的蓬松度更好，对。这样子的。对，你就跟铁丝一样，铁丝就软软的，一捏就瘪了。但是钢筋粗一些，它比较硬嘛。像这种你要做，你这么比喻我们就懂了。对，我们是完全不了解这个棉花的，新疆棉花。对，都是细绒棉，没有长绒棉。没有长绒棉。长绒棉占比非常非常小，只有就是大概1%的量，而且地区也很集中，只在新疆的这个阿瓦提就是阿克苏的阿瓦提县附近有种长绒棉。因为长绒棉的加工工艺也不一样，长绒棉我们这种就是细绒棉全是用锯齿加工的。就锯齿压化机，然后呢，这个长绒棉呢是用这个劈滚压化机，就是长绒棉的整体的含杂也高。那长绒棉的长度是的确要好，细绒棉呢现在的长度主流在29左右。29。对，长绒棉在36毫米以上才叫长绒棉。所以你看好多就是网上展示棉花你看我们这个棉花长，其实这不叫棉花长度。我们真正看棉花长度是看它绒毛哈。对，看它对，等于是你要是看。单纤维的长度，对，这才叫棉花的长度有多长，而不是拿一大堆告诉你怎么长。这个一看就是那就不对啊，对，不专业的这个没有长绒棉，长绒棉也不会用来做棉被因为太贵了。长绒棉的价格是细绒棉的大概1.5倍左右。1.5倍啊，贵这么多？1.5倍，贵的非常多。你看现在细绒棉做续用的，随便原料的价格都在25000左右，那长绒棉就更贵了。所以这个每吨哈对，每吨的价，所以没有长绒棉，但是铺天盖地的网上的宣传全是长绒棉。因为今年刚好这个概念炒热了嘛。不是，原来大家都这么宣传，就知道新疆的棉花好，然后知道长绒棉好，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的棉花都是长绒棉。玉立县有大概100万亩以上的棉田。100万亩。对，然后这个。每年的产量大概在12万吨左右。12万吨左右。对，全新疆的产量大概在530万吨上下吧。然后玉立县有大概12万吨的产量。咱们今天在这工厂参观又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习了。行，麻烦你了啊。没事，不麻烦，我就走了啊。